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感动不已的爱情故事，是关于南京姑娘李雨晴和她台湾男友的跨海爱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爱面前，无论是海峡的阻隔，还是文化的差异，都不是问题。李雨晴今年30岁，南京郊区人，是个气质出众的姑娘。她有着令人心疼的身世。5岁那年，父母双双在一次海难中离世，从此由身患重病的姑姑抚养长大。命运给了她残酷的打击，却也锻炼出她坚强独立的性格。丽姐，我这辈子都没想过会爱上一个台湾男人，更没想过会为了他带着7个月的身孕千里迢迢赶到台北。回忆起这段经历，雨晴的眼中满是复杂的情感。事情要从3年前说起，那时的雨晴在南京一家外贸公司上班，公司与台湾有业务往来，因此她有机会前往台北出差。就是在那次出差中，她认识了陈志明，一个温文尔雅的台北男子。第一次见到志明，我就被他身上那种儒雅的气质吸引了。雨晴回忆道，不像大陆很多男生那样大大咧咧，他做事很细致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一举一动都透着教养。志明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担任高管，家境殷实，两人因工作关系频繁接触，慢慢的，志明开始对这位来自南京的姑娘产生了好感。他请我吃饭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台湾和大陆的约会文化真的很不一样。雨晴笑着说，在大陆，男生约女生通常很直接，但志明特别含蓄。他说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意识到那是在约会。两人的感情发展得很顺利，但跨海恋情注定不会一帆风顺，文化差异是第一道坎。有一次，我说自己随便吃什么都行，结果志明真的带我去吃很简单的面食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台湾随便就是真的随便，而不是大陆女孩子口中期待对方猜心思的随便。雨晴哭笑不得地说，除了小习惯的不同，两人在价值观上也有碰撞。志明家教严格，注重礼节，而雨晴则更为直率。初次见志明父母时，雨晴热情地称呼他们叔叔阿姨，结果志明后来悄悄告诉他，在台湾应该称呼伯父伯母或叔叔婶婶更为得体。那时候真的好尴尬。雨晴说，我才发现，虽然我们都说中文，但很多习惯和表达方式真的不一样。更让雨晴意外的是对台湾的重新认识。老实说，在去台湾之前，我以为台湾比大陆落后很多，但实际上，台北的生活品质特别高，街道干净整洁，服务行业特别规范，大家守秩序，有礼貌，医疗保险制度也很完善。志明也纠正了雨晴的一些认知，他告诉我，台湾并不像一些大陆人想象的那样落后或贫穷。虽然经济总量比不上大陆，但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在很多方面都不差，特别是医疗、教育这些民生领域做得相当不错。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，多次往返于两地之间。志明每次来南京，都会为雨晴带一些台湾特产，日月潭的茶叶、9份的凤梨酥、阿里山的高山茶，而雨晴则会带他去尝南京的盐水鸭、赤豆元宵、桂花糕等地道美食。志明每次来南京，都会特别惊讶于城市的变化速度。雨晴说，他说大陆的发展速度简直令人啧舌，一个新区2-3年就能建成，而台湾的建设往往要走很多程序，速度慢很多。然而，跨海恋情最大的挑战还是距离，两人聚少离多，只能通过视频通话来维系感情。有时候，因为工作忙碌，可能几天都联系不上，那段时间真的很煎熬。雨晴叹了口气，两个相爱的人却被一片海峡分隔，这种感觉太难受了。终于在交往2年后，志明向雨晴求婚了。他特地选在了南京著名的秦淮河畔单膝跪地，献上了1枚钻戒。我愿意用余生去爱你，无论是在台北还是南京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当志明说出这句话时，雨晴泣不成声。婚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挑战，两人开始商量未来的生活安排。是在台北定居还是在南京生活？双方的家人会有什么反应？志明的父母起初对这段跨海婚姻持保留态度，他们担心文化差异会影响我们的婚姻质量。雨晴说，尤其是她妈妈，一开始对我很有距离感，总觉得大陆姑娘太强势，配不上她温文尔雅的儿子。而雨晴这边，
身患重病的姑姑也担心外甥女嫁到那么远的地方，以后照顾不到。姑姑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她一直把我当女儿养，我舍不得她一个人。就在两人纠结于未来规划时，意外发生了，雨晴怀孕了。这个意外之喜让两人既惊喜又慌乱。一方面，他们马上要有自己的宝宝了；另一方面，婚姻和未来生活的安排变得更加紧迫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两人决定先在台北安家。志明在那里有稳定的工作和房产，更重要的是，台湾的医疗条件和产后护理相对完善，对初为人母的雨晴来说是个保障。我们计划等孩子出生后，再接姑姑过来同住。雨晴说，志明很贴心，他说要给姑姑安排最好的医生，让她的病情得到控制。就这样，雨晴开始了移居台北的准备工作。她办理了各种手续，准备在预产期前2个月前往台北，与志明团聚，共同迎接新生命的到来。然而，命运再次给了她沉重的打击。就在雨晴怀孕7个月，准备动身前往台北的前一周，她接到了志明发来的一条莫名其妙的信息：雨晴，对不起，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独处，请你暂时不要来台北了。这条信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雨晴彻底懵了。怀孕7个月的准妈妈，眼看就要与爱人团聚，却突然被告知不要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崩溃了。雨晴红着眼睛说，我第一反应是她变心了，或者她父母强烈反对，让她取消了婚约。雨晴立即给志明打电话，却发现他的手机关机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无论是电话、短信还是社交软件，志明都杳无音信。那几天我几乎没怎么睡觉，整个人都处于崩溃边缘。我不仅担心自己的婚姻，更担心腹中的宝宝会受到影响。雨晴回忆道，眼中满是痛苦。就在雨晴万念俱灰之际，一个陌生的台湾号码打来了电话，请问是李小姐吗？我是台北仁爱医院的护士，陈志明先生在我们医院住院，他现在情况不太好，一直在喊你的名字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雨晴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原来志明不是变心，而是生病了，而且情况看起来相当严重。我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，立刻订了最近的一班飞机。雨晴说，虽然我已经怀孕7个月，医生不建议长途旅行，但我必须去看看她到底怎么了。就这样，雨晴顶着7个月的身孕，只身一人从南京飞往台北。当雨晴气喘吁吁地赶到台北仁爱医院时，她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。一方面，她担心志明的健康状况；另一方面，她又对志明不告诉自己实情感到生气和委屈。我到医院门口的时候，腿都是软的。雨晴回忆道，既紧张又害怕，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。当雨晴走进病房，看到的是脸色苍白，躺在病床上的志明。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眼窝深陷，看起来备受折磨。看到雨晴的那一刻，志明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痛哭失声，对不起，雨晴，我不想让你担心，我不想拖累你。原来，就在雨晴准备前往台北的前2周，志明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。医生告诉他需要立即开始化疗，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。志明哽咽着说，更不想让你在怀孕期间要照顾一个重病患者。我想等我好一点再告诉你。听到这些，雨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扑在志明的床前失声痛哭。傻瓜，你怎么可以瞒着我？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面对所有困难吗？志明的眼泪止不住的流，我怕你担心，怕影响你和孩子的健康，我以为我能自己挺过去这一刻。病房内弥漫着悲伤而深情的氛围，两个相爱的人因为彼此的关心和保护，反而造成了误会和伤害。雨晴擦干眼泪，坚定地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陪着你一起战胜病魔。我们的孩子需要一个健康的爸爸，我也需要我的丈夫。志明父母得知雨晴不顾自身安危，带着7个月的身孕赶来照顾儿子，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志明妈妈紧紧抱住我，说她错怪我了。雨晴说，她说大陆女孩子比她想象的要坚强勇敢得多，她为儿子能找到我这样的妻子感到骄傲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雨晴一边照顾着志明，一边适应着台北的生活。幸运的是，志明的病情对治疗反应良好，症状逐渐得到控制。不过，雨晴刚到台北的那段日子，也遇到了不少文化冲击。
台湾人说话真的好温柔，就连医院的护士训斥病人也是轻言细语的。而在大陆，很多时候人们说话会更直接一些。雨晴说，在台北生活的这段时间，雨晴也重新认识了台湾社会。以前我总觉得台湾比大陆落后，但住下来才发现，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特别人性化。志明住院，大部分费用都由健保给付，自付额很少，这在大陆是很难想象的。雨晴怀孕后期的产检也让她感受到了台湾医疗体系的温暖，医生非常细心，每次检查都会详细解释，护士们也会耐心回答我所有问题。产房里的设备先进，待产环境舒适，简直比酒店还好。随着预产期的临近，雨晴开始担心姑姑的情况。姑姑一个人在南京，身体状况时好时坏。我和志明商量后，决定等孩子出生，她的病情稳定后，就接姑姑过来同住。在雨晴精心照料下，志明的病情逐渐好转。医生说，他对治疗的反应相当积极，癌细胞已经明显减少。这个好消息让两人看到了希望。那段日子虽然辛苦，但也让我和志明的感情更加深厚。雨晴感慨道，患难见真情，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就在雨晴临产前1周，志明的主治医生带来了惊喜。志明的病情已经稳定，可以暂时出院，回家陪伴雨晴待产。当时我激动的都哭了。雨晴回忆说，虽然志明还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和治疗，但能在我生产时陪在身边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。志明回家的第2天，两人进行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，没有盛大的场面，没有豪华的排场，只有志明的父母和几位至亲好友见证。志明坚持要完成这个仪式，他说，无论未来如何，我都要正式迎你进门，让你成为我的妻子。那天虽然我大着肚子，样子有些滑稽，但志明看我的眼神，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娘。雨晴幸福地说。婚后第3天，雨晴的宫缩开始了，志明立刻送她去了早已安排好的医院。经过6个小时的努力，一个健康的男婴呱呱坠地，重3.2公斤。当护士把孩子递到我怀里时，我和志明都哭了。雨晴说，这个小生命凝聚了我们所有的爱和希望，我们给他取名陈宇阳，希望他像阳光一样驱散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阴霾。志明的父母第一时间赶到医院，看到外孙后激动不已。志明妈妈抱着小宇阳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她说，这孩子是上天送给我们家的礼物，是志明战胜病魔的希望。产后坐月子的日子，雨晴才真正感受到了台湾的月子文化与大陆的不同。在大陆，坐月子有很多禁忌，比如不能洗头、不能碰冷水等，但在台湾，这些观念已经很现代化了。志明妈妈给我准备的月子餐也和南京的不太一样，台式的月子餐更注重食材搭配和营养均衡，月子中心的服务也让雨晴大开眼界。志明给我安排了台北最好的月子中心，有专业的护理师24小时照顾我和宝宝，每天有营养师定制餐点，还有催乳师帮助我解决哺乳问题。这种服务在大陆也有，但没有这么普及和精细。小宇阳的到来不仅带给这个家庭无限的欢乐，也成了志明战胜病魔的动力。每次化疗后，志明都会坚持抱一抱儿子，说这是他最好的良药。有一次，志明化疗后特别难受，整个人蜷在床上，我抱着小宇阳进来，孩子冲着爸爸咿咿呀呀的笑。志明看了，立刻从床上坐起来，强忍着不适抱住了儿子。雨晴回忆道，那一刻，我看到了生命的力量和希望。随着小宇阳一天天长大，志明的病情也在稳步好转。半年后，医生告诉他们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，志明的癌细胞已经基本清除，可以进入恢复期了。那天我们全家人抱在一起痛哭。雨晴说，这简直是奇迹。医生说，志明的恢复速度超出了他们的预期，可能和他积极的心态有很大关系。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后，雨晴和志明开始着手接姑姑来台北的事宜。经过繁琐的申请程序，姑姑终于获得了赴台探亲的许可。姑姑第一次见到小宇阳时，激动的手都在抖。雨晴说，她一直担心我在台湾过得不好，见到我们一家3口幸福的样子，她终于放心了。更让雨晴感动的是，
志明为姑姑安排了台北最好的医院进行全面检查，并制定了系统的治疗方案。台湾的医疗水平确实很高，姑姑的病情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控制。志明说，只要姑姑愿意，可以长期留在台北，和我们一起生活。姑姑来台后，也对台湾生活有了新的认识。姑姑以前总觉得台湾是外地，担心水土不服，但住了一段时间后，她发现这里的生活方式其实和南京很像，只是更加精致和从容。台湾社会的包容性也给了雨晴很大的惊喜。在台北，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陆媳妇而被区别对待，邻居们都很友善，小区的阿姨们知道我是新手妈妈，经常送来自制的小点心，教我如何照顾宝宝。当然，文化差异依然存在。有一次，我在超市买东西，习惯性的大声和店员讨价还价，结果引来了不少侧目。雨晴笑着说，志明后来告诉我，台湾人购物通常不会砍价，他们认为标价就是合理价格。这让我意识到，虽然同是华人社会，但很多生活习惯确实不同。语言上的差异也曾让雨晴闹出不少笑话。有一次，我对志明说想吃卤肉饭，结果他给我带回来的是台湾的卤肉饭，用酱油和香料炖煮的肉末盖饭，而不是我想的大块红烧肉盖饭。我这才知道，同样的词在两地可能指的是不同的食物。随着在台北生活时间的延长，雨晴也逐渐适应了当地的节奏和方式。台北的生活比南京慢一些，人们不那么追求效率，更注重生活品质。周末大家喜欢去郊外踏青，或者在家人陪伴下度过，很少有加班熬夜的情况。这种生活方式也让雨晴有了更多思考。在大陆，我们常说拼搏、奋斗，年轻人都在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，而在台湾，人们似乎更懂得知足，更重视家庭和健康。小雨阳1岁生日那天，志明和雨晴举办了一个小型派对，邀请了亲朋好友一起庆祝。派对上，志明宣布了一个好消息，他的病情已经稳定到可以恢复工作了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所有的辛苦和煎熬都值得了。雨晴说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。志明复工后，雨晴也开始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。在南京时，她是外贸公司的业务经理，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。我不想只做全职妈妈，也想有自己的事业。雨晴说，经过深思熟虑，雨晴决定利用自己的大陆背景，开设一家跨境电商咨询公司，帮助台湾企业拓展大陆市场。我了解大陆消费者的需求和购物习惯，也熟悉各种电商平台的运作方式，这是我的优势。志明全力支持雨晴的决定，不仅在资金上给予帮助，还介绍了不少台湾企业家给他认识。很快，雨晴的咨询公司就接到了第一个客户，一家台湾茶叶品牌，希望进军大陆市场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，但特别充实。雨晴说，白天处理公司事务，晚上回家陪伴孩子和家人。虽然辛苦，但看到自己的事业逐渐起步，那种成就感是无可替代的。雨晴的公司很快在台北小有名气，不少台湾企业慕名而来，希望借助他的经验和人脉拓展大陆市场。我发现，很多台湾企业家对大陆市场既向往又陌生，他们需要像我这样了解两岸文化的人做桥梁。随着事业的成功，雨晴和志明的生活也越来越稳定和美满。小雨阳2岁时，他们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，位于台北信义区，环境优美，学区资源丰富。那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雨晴感慨道，有疼爱我的丈夫，可爱的孩子，事业也蒸蒸日上。姑姑的病情也在台北得到了很好的控制，整个人看起来比在南京时精神多了。然而，幸福的生活中也难免有波折。就在一切看似完美的时候，雨晴接到了南京老家的电话，她儿时的房子因年久失修，墙体开始出现裂缝，需要紧急处理。那套房子承载了我和父母、姑姑的全部回忆，我不忍心就这样放弃。雨晴说，但如果要修缮，就需要我亲自回南京处理相关事宜。这个突发情况让雨晴陷入了两难，一方面，她不想离开台北的家人和事业，另一方面，那套老房子是她与父母唯一的连接，有着无可替代的情感价值。志明知道后，二话不说就支持我回南京。
雨晴说，她说可以请假陪我一起回去，但公司刚好有个重要项目需要她负责。考虑再三，我决定自己回南京，处理完老房子的事情再回来。就这样，雨晴带着3岁的小雨阳暂时回到了南京。原本计划2周内处理完所有事情，但老房子的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地基需要加固，墙体需要重新砌筑，各种手续办理也十分繁琐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焦头烂额。雨晴说，白天跑各种部门办手续，晚上还要照顾小雨阳。好在姑姑的邻居们都很热心，经常帮我照看孩子。眼看2周的期限已到，房子的问题却才解决了一半。雨晴只好向志明解释情况，请求多留一段时间。志明非常理解我的处境，让我安心处理好南京的事情。雨晴说，他会抽空飞来南京看我们，也会每天视频看看小雨阳。就这样，原本计划的2周变成了2个月。在这期间，雨晴不仅处理了老房子的问题，还把姑姑在南京的一些事务都安排妥当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段时间让小雨阳有机会深入了解了自己的南京根。小雨阳在台北出生长大，对南京几乎没有印象。雨晴说，这次回来，她认识了姑姑的老邻居们，品尝了正宗的南京美食，甚至学会了几句南京话，这些都是无价的体验。终于，所有事情都处理完毕，雨晴和小雨阳准备返回台北。就在离开前一晚，雨晴带着小雨阳在修缮一新的老房子里住了最后一夜。那晚，我给小雨阳讲了很多我小时候的故事，讲了他的外公外婆是怎样的人。雨晴说，我希望他虽然在台北长大，但心里永远记得自己也有南京的血脉。第二天，雨晴和小雨阳踏上了返回台北的飞机。当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，雨晴看到了站在接机口的志明，眼眶瞬间湿润了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无论是南京还是台北，家人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。雨晴说，归家后的生活恢复了平静与幸福。经过这次分离，志明和雨晴的感情更加深厚。志明说，这次分离让他更加珍惜家人团聚的时光。现在，我们每年都会安排时间回南京看看。雨晴说，志明也很喜欢南京，说那里有他爱的人的根。小雨阳更是把南京当成了第2个家，每次去都特别开心。随着小雨阳上学，雨晴和志明开始考虑长远的教育规划。台湾的教育很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和独立思考能力，而大陆的教育则更注重基础知识的积累和竞争意识的培养。雨晴说，我们希望小雨阳能够兼具两地教育的优点，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又有独立的思考能力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雨晴和志明决定小雨阳在台北上学，但假期会送他参加南京的各种文化课程和夏令营，让他全面了解两地的文化和教育。如今，小雨阳已经6岁了，是个活泼开朗的小男孩。他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和闽南语，对两岸的文化都有初步的了解。有时候他会用台湾腔调跟我撒娇，有时候又会用南京话跟姑姑聊天。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和志明都特别欣慰。回顾这段跨海婚恋的经历，雨晴感慨万千。从南京到台北，从相识到相守，我和志明经历了太多坎坷与挑战，但正是这些考验，让我们的爱情更加坚固和珍贵。所以啊，丽姐，我要告诉大家，真爱无国界，更没有海峡的阻隔。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，愿意为对方付出，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。说到这里，我不禁为雨晴和志明的故事感动不已。这个怀胎7月从南京赶到台北，只因一通电话的故事，告诉我们爱情的伟大和力量。当两个人真心相爱，即使是生死考验，也无法将他们分开。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希望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密切，让更多像雨晴和志明这样的爱情故事开花结果。好了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